家裡意外来了只野生小猫，面面相觑后，他把嘴裡叼着的一张皱巴巴紙币吐到桌上，像极了給街頭小混混交保護費的樣子，然後扭頭就跑了。你好，錢給你，能不能不要弄亂我扒好的小窩了？還有，不要戳我的尾巴，我害怕。我知道住在人類家裡要交家用，我會努力賺錢交房租的。小貓露出一點點眼睛，我低頭盯着它，半晌憋出一句：等會兒，你好像有點眼熟。時間回到幾天前，那是第2次我的電腦桌上多了一張皺巴巴的1元紙幣，但這次做這件事的人被我逮了個正着。一隻貓費勁爬上電腦桌的小貓僵住了身體，它緩緩回頭，那雙眼裡滿是見到我的不可置信。面面相觑後，小貓被嚇到4隻爪子一撐，尾巴炸成一團，扭頭就跑了，一下子竄出半米遠，眨眼就不見了。我沉默一聲不吭地走出房間。也許是我昨晚躺下之前就把桌面給整理好了，只是我不記得而已。也許是我太累了。累到家裡開始自動給我發低。上班不是害怕，而是再不出門，我的全勤就要保不住了。當天晚上上了1天班回來的我精疲力盡，已經不想思考今天看到的離譜事件了。泡澡時，我盯着窗台和櫃頂看了好一會，半晌終於確定那些平時夠不着的灰塵都被扒拉乾淨了。雖然不知道你到底是貓還是操控貓的鬼，但謝謝你啊，窗台、櫃頂還有桌角都很乾淨，我看着舒服多了。周圍安靜，本來也沒打算得到回答，但我卻在櫃底那處陰影裡聽到了細若蚊蠅的回音。不客氣。他還怪有禮貌的，就是聲音小的像欠了房租不敢大聲說話。晚上我做夢了，一只紫黑色毛茸茸的小貓，不安又局促，在我跟前保持了1米遠的距離。很抱歉用這種方式跟你溝通，但我真的沒辦法了。小貓2只前爪捂着臉，尾巴還偷偷圈住自己。你好，錢給你，能不能不要再弄亂我扒好的小窩了？還有，你不要戳我的尾巴，我害怕。我知道住在人類家裡要交家用，我會努力賺錢交房租的。其實小貓的爪子沒捂全，從爪縫裡露出一點點眼睛，像在偷看審判結果。我低頭盯着它，它也從爪縫裡偷看我。四目相對的瞬間，等會兒，你好像有點眼熟。我的視線不受控制地落在小貓毛茸茸、蓬鬆漂亮的尾巴上，好像在哪兒見過。你就是那只在陽台角落扒舊毛巾做窩，扒得認真卻很破爛的小貓。小貓渾身一僵，被蹂躪支配的恐懼又回來了。紫黑色小貓是在1周前來的，發現的時候，它正在努力把自己剛扒好的舊毛巾小窩往角落裡拱，就像人類遇到打雷下雨趕緊收衣服一樣。當然，我也不是什麼變態，是在陽台給花草澆完水後放空，然後看到了在角落默默用舊毛巾做窩的毛茸茸小貓，而它尾巴太過吸引人，後面的尾巴尖晃得飞快，鬼使神差上手戳了一下，跟別的普通貓不一樣。這只深紫色的小貓尾巴毛茸茸的格外顯眼，毛茸茸的貓尾巴確實肥美實誠，手感極好，這尾巴要是拿去當枕頭，我能直接睡出嬰兒般的睡眠。小貓估計是第1次遇到這樣的事，它僵硬的回頭對上我躍躍欲試的手，小貓同手同腳忍氣吞聲的走開了，走2步還回頭瞪我一眼，那眼神翻譯過來大概是人類你完了，只是我現在打不過你。這1周我們相安無事，我偶爾好奇弄亂它的窩，小貓也不惱，只一味的等我離開後一聲不吭，晃着尾巴重新扒窩。小貓眨着它的呆萌眼睛，循着聲音回頭，視線落在我的指尖，上面有它剛扒好的此刻卻亂掉的窩墊。我悻悻收手，有些尷尬。小貓沒逃走，反而瘋狂向我弓背竖尾巴，抬起1只爪子衝我亮了亮爪尖。我遲疑了下，是要我摸摸嗎？好吧。剛想動，小貓驚恐地捂着尾巴慢慢後退，我以為它是在撒嬌讓我靠近，但現在看來事實並非如此。我不是你想的那樣，我只是手比腦子快。向来老實的小猫哭着控訴，你不许過來，你摸我尾巴還說不是變態，明明我都警告你了。你有嗎？小猫被我的茫然氣得不輕，它哒哒哒地從角落裡出来，重複了先前的動作。難道你瞎嗎？這是我準備攻擊人的姿勢，我上次是在警告你，貓害怕的時候會拱背炸毛，豎起尾巴讓自己顯得很大，懂了嗎？這是戰鬥形態，不是邀請摸摸形態。結果你一聲不吭上來就摸我，還弄亂我扒出來的小窩，再這樣下去我都睡不好了。原來是我誤會了，我還以為你再把尾巴遞過來讓我摸，抱歉，我不知道，下次不會了。我還會給你帶好吃的。真的嗎？我下次拿貓條和小魚乾給你，再給你買個真正的貓窩，給你來個豪華大餐，要3文魚味的。你還挺會點菜。你是個好人，原來觀察期也沒那麼難。
你一點都不像觀察員說的那麼可怕。原來小貓是因為一場意外被妖管處安排到我的房子裡做共居觀察。我隨口問了一嘴，也沒打算得到他的回答。接着，小貓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妖管处没有把這件事當成他的錯，只說他太小，妖力太野，需要一段人類共居觀察期，學會控制自己，也學會怎麼被人溫柔對待。我以前傷過人，因為一個壞人欺騙了我的母親，還趁我剛覺醒虛弱的時候想來欺負我，我太害怕了，妖力一下失控。等我清醒過來，他已經倒下了。我頓時变了臉色，不自覺地想到自己前些天遇到的不愉快事情。這種人真是無處不在啊！我們的經歷還真是相似。與我見面不過5次的人，和他的行為如出一轍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像你這樣不小心。我語氣悠悠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陰暗念頭。小貓因為我的話而沉默，它默默地一步一挪湊近，像一團怕被退貨的毛球，兩只前爪並攏抱了抱我的指尖拍拍，然後又飛快保持一段距離。不說這個討人厭的話題了，說點別的。我好奇，怎麼在你們貓眼中，跟我待一個屋就是高難度歷練？觀察員考察到你討厭貓，貓在一個討厭貓的人類家裡生存可謂艱難，這就是我的觀察任務。那你口中的觀察員肯定是搞錯了，我並不討厭貓。小貓搖了搖頭，見我一臉的不相信，試探性前進一小步。你过來，我靠近碰一下你，給你證明一下。可以，但你不能趁機摸我尾巴。它伸出爪子跟我的指尖觸碰，這種感覺很神奇。我注意到它粉黑色的肉墊旁邊藏着細小爪鈎。你爪子裡的小爪鈎可以伸縮嗎？小貓一秒紅溫。人類，我跟你說正事，你不要調戲我，小心我待會兒撓你。它好有禮貌，撓我之前還會先喵一聲警告，這要是放在人類世界，都算提前發律師函了。短暫的光芒乍現，小貓帶我看到了它口中觀察員監測我的情形。剛搬來這裡的時候，廁所還比較簡陋，我在改造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很大的白色流浪貓，它很努力地蜷縮着身體藏在角落，膽子很小，我一有點動作，那只白貓4條腿就會跑出殘影，連續好幾天都能看到它。我忽然起了興致，就跺腳去嚇貓，大概是被嚇多了的緣故，它後來不怕了。有一次我故技重施，一跺腳，白貓明顯愣了一下，然後順着我的褲腿飛快竄了上來。短暫的沉默後，我發出尖銳爆鳴：這誰不討厭？那個就是觀察員。經過檢測，你對貓的討厭程度近乎滿分。這是他們為我精心挑選的共居觀察地點，雖然不一定能夠順利通過考核，但在觀察期內，我需要保持屋子的整潔、打掃衛生、抓蟑螂、老鼠、驅趕蚊蟲等事項。我托夢是想告訴你，平時不要隨便摸我的尾巴，我接受不了的。识时務者為俊傑，眼下一切都要以順利通過考核為重。要是稍稍遷就一下眼前這個人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小貓抬頭對上我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它緩緩捂着臉。要是你實在想摸的話，記得告訴我一聲，好歹讓我有個心理準備啊。我醒了，看見床頭出現了一張紙條，上面歪歪扭扭寫着2行字：每周至多只能上手3次，摸多了我害怕，禁止突然襲擊，禁止逆毛，還有既然摸了尾巴，就要對猫負責。這張煞有其事的紙條顯得我很禽獸，尤其右下角還按了一個歪歪扭扭的梅花爪印，像極了我倆簽了什麼不平等情侶條約。我沉默了，跑到樓下便利店買了一堆貓條、小魚乾和罐頭。小貓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沒見着，只有陽台那個用舊毛巾和碎布扒出來的小窩，在風裡可憐巴巴的亂成一團。我真的是好意，打算給小貓一個驚喜，結果才把罐頭和小魚乾塞進它用舊毛巾扒出來的小窩裡，那團舊毛巾被我一碰就散了架，小魚乾滾了一地，最上面的窩墊還被風捲到陽台外，連個影子都不見了。完蛋了！說完，扭頭對上在向日葵花盆旁正低頭添水喝，但此刻傻眼了的小貓，我頓時束手无策。短暫的沉默後，小猫再也忍不住哭了。不喜歡就直說，砸壞我的家做什麼？小貓崩潰地跑開了，哪怕氣得渾身都炸毛了，也沒上來撲人，十分窩囊。下一秒，白光乍現，小貓變成了人，準確地說是一個貓娘。此時小貓回頭，我不小心對上了它驚慌卻漂亮的眼睛，有一雙紫色貓瞳，詭異又過分漂亮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它正在努力地試圖藏着自己，但卻因為體型的緣故，怎麼都進不去。我看着毛茸茸的尾巴，身體不自覺地走過去，我輕輕觸摸了一下，它緩緩回頭，臉上帶着自然紅暈。你清醒一點！我被這一聲喊醒了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像是不受控制一樣。少女死死咬着唇，防止發出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聲音。原來我被放大的內心慾望，沒有任何隱秘與齷齪，竟然只是為了單純的揉一把她毛茸茸的尾巴。早知道就不試探了。此時她都快哭了。別回去，可惡！快別回去！最後她妥協了，她從衣櫃裡貼出一截便利貼，上面用紅色水性筆方方正正寫了一行貓語，還特意描邊加粗。我在努力消化着眼前的一切，試圖理解，但很可惜看不懂。少女探出一隻手，憤憤地把紙條抽回來，在底下寫上歪歪扭扭的翻譯，大力地往外貼。
貓貓領地，人類禁止入內。好吧，能理解，還在氣頭上嗎？但這是我的衣櫃。那你還摸我尾巴了呢？我奪一下你的衣櫃怎麼了？對不起，摸了你的尾巴。你給我等着，我現在就下單給你買個真正的猫窩。明明是你破壞了我的家，却讓我等着。不承認錯誤就算了，現在更是眼都不眼放狠話，打算收拾貓。我聽得不太真切，只覺得自己对世界的認識重置了一遍，同手同腳走出房間，冷靜去了。不就是一只會說話，現在還變成人形的半人半貓少女嗎？比鬼好接受多了。我很快就說服了自己。没一会，闪送下单的猫窩到了，我試探地敲了敲衣櫃門，少女惨白着小臉，拿着衣架擋在自己身前。她故作鎮定，我不怕你。我給你買了個新家，你看看喜不喜歡？幾乎是同一時间，我們彼此都愣住了。這是新家，還是打算把我送進魚肚子裡？吧嗒，衣架掉了，少女緊急撿起地上的衣架。沒拿穩。我呆滯了一下，她剛才是不是要打我？少女嘴上嫌棄鯊魚窩幼稚，身體卻誠實地鑽進去，尾巴尖從鯊魚嘴裡探出來晃啊晃。少女接受了我給她買的新家，還吃了貓生中的第一頓人飯。她高興的連尾巴尖那撮紫黑絨毛都在晃動。吃魚香肉絲的時候，還認真翻了半天，抬頭問我魚呢？我欲言又止，最終忍不住開口：你真的因為我摸了尾巴，所以現在是我的人了？少女一頓別過臉，不看我低低的嗯了聲，耳垂漸漸紅了。本來我來這裡是要完成觀察期的。但你摸了我的尾巴，也就是變相的認可了我的存在，得到房主的承認，我就是你的貓，不再受貓妖法觀察期的限制。當然，你也是我的人類，不許隨便摸別的貓。為報答我，少女抓老鼠更賣力了。有時候半夜趴我床，被發現了會愣住，手忙腳亂，把牆角的小老鼠往外一丟，動作瀟灑的像夜巡保安，然後隔着被子安撫性的拍拍。對不起，吵醒你了，我馬上離開。睡吧睡吧。以我現在的視角看，就是半人半貓少女在笨拙的哄人睡覺，有種詭異的萌感。更離譜的是，我居然真的被她拍困了。少女最開始還保持着貓的習性，後面慢慢的開始笨拙的模仿我，從開始吃完飯後變回小貓，像普通貓一樣。小貓有4隻爪子要舔，還一本正經的舔尾巴尖。我盯着它忙活了好一會，小貓注意到我動作遲疑的停了下來，眼睛明亮又無辜。你看我是有什麼問題嗎？你好埋汰啊，竟然不先洗爪。我每天舔20分鐘，你居然说我没洗。小猫茫然的眨眨眼，其實和小貓對視是件很萌的事。貓眼睛毛茸茸的，還有超級蓬鬆的大尾巴，簡直可愛。以後不說你了。小猫鬧了個大紅臉，它嗯了聲，炸着毛，尷尬的走開了。我哈哈大笑。到晚上，本該變成圓形睡新貓窩的貓，變成了少女的模樣。洗完澡後，無比自然的給自己鋪一床軟乎乎的小被子。蘇夢展現了她驚人的學習能力。改天我用脫落的貓毛和腰力軟線給你編件衣服，謝謝你。請允許我今晚在房間打地鋪睡。為什麼不睡貓窩？貓窩是家，這裡是崗位。我懷疑自己養的不是貓，是小區物業。對了，我叫蘇夢，你呢？我叫江尋。第二天，賢惠的少女做好了全部家務，她湊過來與往常的扭扭害羞不同。少女保持着半人半貓的模樣，她鼓起勇氣，像是豁出去一般。我是只言而有信的貓，說好的每周3次就3次，現在1個月了，攢下來一共12次。江尋，你摸吧。他轉過身，尾巴僵硬的翹着。他說的視死如歸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我要給他打疫苗。我其實很想說，蘇夢同志，你不用這樣，但視線落在那敦實圓潤的貓尾巴上，到嘴的拒絕愣是沒說出口。貓尾巴真的很誘人啊。那我摸了。少女捂着眼點頭，尾巴卻很誠實的往我掌心挪了半寸，耳朵尖紅的像剛偷喝了草莓汽水。貓的2撮尾巴兼絨毛，手感很柔軟，摸2下就不受控制的貼到尾巴上。最後一下摸完，蘇夢激動的渾身一抖，4肢都癱軟了，無力的抵在我肩窩。江尋，下次我再也不讓你在這兒摸了，我有點受不住。還有下次。我鬼使神差的逆毛捋了一下，少女條件反射般，貓尾巴一下捲回來，恰好圈住我。少女沒有威脅性的瞪了我一眼，凶得像一隻忘記收爪的小奶貓，窩囊的捂臉求放過，然後扭頭一口咬上我的肩頭。猝不及防的我發出慘叫，少女把我放開，理了理自己被揉得亂七八糟的毛。我享受這段似是而非、超出朋友界限的關係，因為可以摸到蓬鬆柔軟的貓尾巴，也因為它會在我加班時把熱牛奶推到手邊，然後假裝只是路過，直到我媽拎着菜，身後跟着上次那個相親對象。我去買菜，在外面遇到了舒瑤，他說上次不小心和你有些誤會，你拉黑了，他來跟你真心實意的道個歉。對上沈舒瑤溫和笑着的眉眼，我頓時變了臉色，手機眼快，連同我媽都關在了門外。我媽嚇了一跳，你這孩子怎麼這樣？快點開門！門外隱約傳來沈舒瑤溫柔的安撫。阿姨，大概是江尋不願意看到我吧，待會兒我把東西放下就走，這樣就好。走什麼走？要走也得先吃完飯再走，有誤會就該說清楚，嘴巴就是用來解釋的啊！
這事兒我替你做主了。壞了，讓他摸到我現在住哪兒了。我驚魂未定的靠在門後，給我媽發信息，讓她趕緊找個借口把人趕走。結果我媽拍门拍得更歡了。少女听到动靜，拎着衣服走出来。怎麼了？一條黑中透紫的蓬鬆尾巴輕輕一掃，幾縷泛着紫光的貓毛軟線從掌心繞出。她手上動作不停，沒一會兒，一件紫色的軟糯毛衣自她手中呈現。壞菜了，家裡還有這麼一個半人半貓的少女，這怎麼藏得住？門外是我媽，還有上次那個討人厭的相親對象。你現在这個樣子，影響不太好。我怕他們嚇到，將你抓去研究。蘇夢愣了一下，砰的一聲，原本半人半貓的少女徹底變成了人，只是短暫的面面相覷後，我的視線不受控制地落在她身上。很好，你這衣服也不行。我不是電視劇裡的妖精，變不出衣服。你快進去，先換衣服。此時門口處傳來我媽拿鑰匙開門的聲音，我慌極了。房間有我姐的衣服，先湊合着，快點，他們要進来了。我知道了。蘇夢無辜的眨眨眼，頓了一下，進門前忍不住回頭戳了戳我的臉。你的臉好紅，為什麼你的臉好紅？因為你現在比我家網速還燙啊！趕在最後一秒，我將她推進房間，果斷地關上門。下一瞬，我媽拎着菜進來，身後跟着沈書瑤。喊什麼呢？她狐疑地掃視一圈，敏銳地察覺到發生了細微的變化，好像房間過於整潔有序了，不像我平時亂而不髒的風格。剛剛為什麼不開門？臭小子，敢把我關在外面了？給你能的！我媽上來戳了我一下，麻利地帶上圍裙進到廚房。沈書瑤原本打算進去幫忙，這裡暫時不用你幫忙。既然和江巡有誤會，那就趕緊說清楚，別耽誤待會兒開飯。沈書瑤見狀連忙跟上來。江巡，我們談談。我以為上次已经說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喜歡你，也不想跟你有任何開始，不僅是因為你的三觀，更是因為你這個人。如果你還想保留在別人面前的形象以及體面的話，就不要來糾纏我，否則我不介意將你過往那些事宣揚出去，揭穿你的真面目。這個女人看似細心體貼，實則有着堪稱恐怖的觀察力，情商高，很會說話，再加上在別人面前永遠都是那副賢妻的模樣，任誰都想不到這個人私底下竟然是個控制欲這麼強的瘋女人。我以為這麼說，沈書瑤會識趣地終止這個話題，然後安靜離開，誰知她笑了笑，將一廂情願的事扭曲成你情我願。揭穿什麼？我不過是面對喜歡的男人情難自禁，不小心有了衝動罷了。親喜歡的人有錯嗎？我被他毫無道德的詭辯給震驚到了。把違背少男意願叫做不小心有了生理衝動。沈書瑤，你真是個沒有廉恥的女人。接着沈書瑤她就把臉遞過来了，整個人處於一種詭異的興奮中，直接嚇得我硬生生停下。這種人打一巴掌又生怕對方趁機舔一口的感受，今天算是體會到了。怎麼不打了？你在心疼我？我臉都氣綠了，抬手指着門外，滾！外面的動靜太大，終究是把我媽給吵到了。阿姨，我沒事，只是意見不合，江巡有點激動。他太會裝了，氣得我手都發抖。媽，他在裝！江巡，你好好說話。沈書瑤将自己的人設維持得太好了，以至於連同我媽都下意識地在維護她。媽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有苦衷的。眼前這個女人太能裝了，在別人面前永遠保持着一副溫柔的樣子。沈書瑤其實並不難看，可以說是優質，1.7米的身材，說話還好聽，也是這般被迷了眼。本來我對相親抱着反感，已經做好了遇到奇葩的準備，怕真的被看上，但在見到他那張臉的時候，氣消了大半。辛苦你出來見我了，我知道你是被家裡催婚，不得已才出來和我見面。我們能不能相互替對方打掩護？你覺得可以嗎？行，沒問題。當時說這話的時候，語氣忐忑。第一次見面匆匆結束，對方甚至把賬結了。謝謝你今天的出席，還穿着西裝出現在約會現場，很尊重彼此。我的好感度增加了。接下來的2次見面中均放鬆平常相處，
我以為遇見的是十分合自己心意的盟友，誰知道是合適自己的相親陷阱。直到他連續幾次意外的肢體接觸和暗示，那種刻意營造出來的氛圍感，終於在觸及內心深處的厭惡時被戳破。對上他直勾勾看我的眼神，我有些不大開心了，面无表情的提醒：“你的眼神有點讓人不舒服。”沈书瑶温柔的笑了笑，说出的話却是惊人：“江寻，我不想藏了。這幾次的相處過程中，我發現自己好像很喜歡你，我想試試。”日常相處中，我也並未釋放出曖昧信號。他口中所說的這句喜歡，讓我覺得很詭異。而我也不是個下半身思考的。不行，我覺得我們發展太快了。我想試試，可以吗？沈书瑶说着，竟將臉湊了過來，那張臉確實美，我被美得晃了神，但依舊下意識搖頭。不行，我們不過才見幾次面。可他置若罔聞，忽略我的明確拒絕，下一秒直接親了上來。你有病吧？我准許你親我了嗎？他看了看我，眸間清醒了，但更多的是莫名的興奮與激動。你推我，你竟然推我！先前很多男生大都沉浸於他這個猝不及防的吻中，半推半就，只有我直接讓這個瘋女人清醒了。我正準備離開，江尋，你別走，抱歉，是我嚇到你了。我不會對你做什麼的，你讓我緩緩就好了。你或許可以嘗試着去接觸我這個人，好嗎？而這件事發生後，我也徹底看清眼前的女人到底是個什麼人。我媽現在就是被她裝出來的乖兒媳模樣給欺騙了。我有些氣憤，但眼前的場景容不得我有過多解釋，因為沈書瑤又開始她那善解人意的在安撫我媽了。阿姨，沒關係的，我們只是在開玩笑，只是江尋剛才的聲音讓我有點吃驚。她看起來有些猶豫，神情欲言又止，看起來像是毫無底線的偏袒我一樣，顯得我更加沒禮貌。你看看人家沈書瑤，還給你打掩護。話還沒說完，門口處傳來聲響，蘇夢站在門口，乖乖的喊人：“媽！”只一聲，將在場的3個人，包括我在內，均是一愣。我猛地閉上眼。社會化教育任重道遠，這個貓妖文盲。這是我媽，你該叫阿姨。我們都這個關係了，你媽媽我也能喊。我差點當場給她表演一個人類原地裂開。沈書瑤臉上的笑意一僵，因為她聽到媽。蘇夢眼神對上她，嗓音都不帶情緒的就開始告狀：“你想對江尋動手動腳，還想強迫他。看到媽你一出來就低眉垂眼的裝可憐，顯得自己很委屈。我剛才全都看到了。”沈書瑤臉色頓時難看了。你是誰？我喊的媽，你只能喊阿姨。你說呢？我媽欲言又止，我硬着頭皮介紹道：“媽，她是我交的女朋友。”本來這些天要見家長的，但一直有事，就給耽擱了。她說的太自然，自然到我媽已經開始看我像看负心漢。媽，你了解江尋的為人，他不會平白無故的亂罵人。這裡我來就好。我媽看看臉色明顯不好看的沈書瑤，最後她視線落在我身上。說說吧，到底怎麼回事？沈書瑤顯然還沉浸在我說蘇夢是我女朋友那句話中，她有些不相信脫口而出：“不可能，你一直都是單身，這些天也沒出門，誰知道這個野女人從哪裡來？”她說的篤定，我媽警惕的目光落在她身上。你怎麼知道我兒子最近的動向？沈書瑤臉色一僵，試圖辯解：“媽，她就不是個正常人。上次出去的時候，她就不是個正常女人。而我這次沒再顧及最後一絲體面，還在別人面前裝作一副賢妻良母的樣子。可那又怎樣？
你们宁可相信一個外人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兒子。再說了，我打算先下手為強，固然有錯，那你就不是幫兇嗎？他一個優上進的男孩子，工作穩定，性格又好，接觸2次，我就覺得他是我想要的。這樣的男人在市場上可太搶手了。沈舒瑤努力克制自己，結果是愈發不受控制，更是把藏在內心深處的秘密都抖落出來。你不是想要他快點成家嗎？上次我主動親他時，他驚恐的表情很取悅我。你費盡心思將自己的兒子推出來，不就是想讓他和我在一起嗎？話音還沒說完，我媽一臉難以置信。當初我是看你老實，才想着讓你們2個人多接觸接觸，沒想到啊！滾！你給我滾出去！這裡不歡迎你！我媽因為這件事自責不已，整個人都是恍惚的。難道我真的錯了嗎？我是不理解現在年輕人的想法，媽只是害怕你不結婚，以後老了怎麼辦？那我坐在門檻上，等你們來接我，像小時候一樣。可媽活不到那個時候，但現在這樣，外面這麼亂，似乎也並不安全。蘇夢安靜地在旁邊遞上一片帕子，我媽愣了一下，視線落在那片潔白有光澤的帕子上，她擦了擦眼淚，調整好自己的情緒。算了，不想那麼多了。這帕子什麼材質？還挺好用。我換毛的時候攢的。我媽擦眼淚的手一頓，我也一頓。剛才你說她是你現在交的女朋友？話題轉移的猝不及防，我都還沒反應過來，她已經拉着蘇夢在聊天了。她還稀罕地拿起沙發上蘇夢用貓毛軟線編的毛衣，有些驚奇。這個也是你自己編的？這年頭會編毛衣的傳統女孩子不多了，好好對人家，別欺負人年歲小，這是會過日子的。丫頭，他要是欺負你，我就教訓他。沒事的，他不敢欺負我的。沈舒瑤是怎麼回事？她這種女人，在外人面前一向都保持着她的人設，不可能平白無故就這麼說出了心裡話。我的貓妖能力可以放大心裡的念想。我沒想到蘇夢竟然還有這樣的能力，隨即而來的是不安。你這樣使用這種能力，真的不會被抓嗎？哦，你在關心我？畢竟你一個半人半貓，明晃晃的出現在我家，東窗事發的話，我會不會也要被拉去審訊啊？不會的，我雖然是貓妖，但在人類世界這邊也是有備案身份的，身份證照片還是原型拍的，因為很可愛。我安心了。眼前這個住的地方已經不安全了，我打算換個地方，防止他來。江璇，快下來，我要見你！這女人到底要幹嘛？居然還不死心！能不能不要再纏着我了？江璇，難道我愛你也有錯嗎？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我早就跟你說過了，我們不可能。你別生氣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我錯了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，好不好？這段小插曲很快就被拋在了腦後。蘇夢開始變得很忙碌。貓妖經過一次換毛之後，體型變大了不少。我甚至能夠明顯感知到蘇夢都變得成熟了不少。以前那個動不動撒嬌會哭的小貓不見了，但不變的是，它每天都會坐在沙發上，用脫落的貓毛和腰力搓線編衣服，尤其是熱衷於給我編各種小玩意兒，例如帽子、圍巾、毛衣。它現在開始接觸人類社會，貓妖界也有關於人類的學習，所以我上手起來並不算吃力，你不用擔心。是嗎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只聰明的小貓了。
我們就這樣相處了小半年。更要命的是，他開始學會撒嬌了。以前要貓条只会蹲在门口等，现在会用頭在我手背上一頓蹭。我開始嘗試着從心裡接受這段關係。蘇夢的粘人期來了，看見我的枕頭就想叼走，看見我的拖鞋就想往窩裡塞，看見我喝過的杯子都要偷偷抱過去占個位。先前他也有過類似的粘人行為，我以為這次只要像上次那樣將自己穿過的外套丟給他，給他一點熟悉的氣味，讓他自己緩一緩就好了。但這次變得不一樣了。我將外套丟給他，他照單全收。不到半個小時，我的拖鞋沒了，睡衣沒了，連枕頭都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枕套。蘇夢正坐在一堆毛毯中間，懷裡抱着我的枕頭，偏偏臉上還裝得十分鎮定。蘇夢，你粘人就粘人，你把我家搬空是什麼意思？我沒有搬空，我只是覺得這些東西放在這裡比較有安全感。包括我的拖鞋？拖鞋上有你的味道。包括我的杯子？杯子每天都能碰到你。包括我那件剛洗完還沒乾的睡衣？那件不算，是他自己掉進來的。蘇夢忽然抬頭看我，聲音小得像貓爪，輕輕撓了一下門。我不是故意給你添麻煩，只是最近一閉眼，就總覺得身邊少了點什麼。少了什麼？少了一個會說話的枕頭。你直接說少了我不就行了？我沒有這麼說。可你的尾巴已經替你承認了。他看了一眼自己豎得筆直的尾巴，臉色一下更紅了。尾巴不算，尾巴沒有經過我同意。那我申請一下，今晚能不能坐你旁邊陪你一會兒？蘇夢愣住，他努力裝得很平靜，可喉嚨裡那點壓不住的咕嚕聲已經把他賣得一乾二淨。只能坐一會兒。就一會兒。不許笑我。我盡量。我剛在毛毯邊坐下，他就悄悄把一角毯子推到我腿邊，動作小心翼翼，像是怕我發現，又像是怕我真的不發現。冷的話可以蓋一點。我看着他別過去的臉，忽然覺得所謂的粘人期好像也沒那麼可怕。蘇夢，下次想讓我陪你，可以直接說。蘇夢沒回答，只是耳朵抖了抖，尾巴卻悄悄繞過來，輕輕搭在了我的手背上。那你不許跑。不跑。他這才低下頭，小小聲地摁了一下。那天晚上，蘇夢真的只讓我陪了一會兒。如果忽略他的尾巴悄悄勾了我一掌腕的話，蘇夢，怎麼了？你不是說只坐一會兒嗎？蘇夢看了一眼自己的尾巴，又若無其事地把尾巴往回拽了拽。是尾巴不懂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他還纏着我。可能是他比較喜歡你。那你呢？蘇夢愣了一下，耳尖瞬間紅了。我比他懂事。所以我可以忍住。話音剛落，他喉嚨裡的咕嚕聲比剛才更響了。你確定？咕嚕聲也不歸我管。我終於忍不住笑出了聲。蘇夢惱羞成怒，伸出爪子輕輕拍了我一下。不許笑。好，不笑。我伸手把那角被他推過來的毛毯蓋在腿上。你幹什麼？當然是給我自己騰個位置。蘇夢怔住了，像是怕我反悔一樣，立刻把旁邊的毛毯鋪平。只能睡這邊。不許搶我的枕頭。
不许嫌我粘人。我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忽然软得一塌糊涂。不嫌。蘇夢安靜了很久，最後才輕輕把尾巴搭在我的手背上。那我以後可以不用偷偷叼你的東西了嗎？可以。那我想你的时候，也可以直接告訴你吗？可以。那我想抱你的时候呢？我顿了一下，看着他緊張到快要缩成一团的样子，故意清了清嗓子。这个要提前申请。怎么申请？比如现在这样。蘇夢呆了2秒，下一瞬整個人撲了過來，他把臉埋在我肩上，咕嚕聲一點點響起來，像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處。就是從那天開始，我家的東西再也沒有無緣無故失蹤過。蘇夢，我的拖鞋為什麼又在你窩裡？他想你了。我的杯子呢？他也想你了。那我的人呢？蘇夢抬頭看我，眼睛亮得不像話。你人在這裡，不用想。我一時無言，下一秒，他卻牽起我的手。不過，你可以留下來。窗外夜色溫柔，而我終於明白，所謂粘人期，不是他離不開我。是我也捨不得走了。